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硕。今天是4月1号，在新疆玉里县这边的孔雀河边休息了2天。今天准备继续出发，一路往东。出发之前在这儿吃个油泼面。臭喵的午餐，当牛，刚买的新鲜牛肉，我就买了1斤的牛肉。车子刚才吃了2口肉，他就跑了。他跑到跟前溜达去了，这车一个一个他往车盘底下钻，这臭小子必须得给他拴起来，不然太危险了，这边全是车。今天中午吃一个油泼面，这个面条里面这个肉量相当感人。整上点油泼辣子，再来点醋，哎呦呦！新疆这边的面条实在是太筋道了，我这吃了快1年了，之前吃的感觉还是挺得劲儿的，但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吃了有点消化不动了，太有劲儿了。还是得吃手擀面。吃完午饭，正式出发，前往若羌县。从玉里县这边前往若羌县的话，里程是380多公里。我估计过去得走个至少1周。今天的目标是前往前面30公里左右的有个群克尔食宿站，看地图上那个附近好像有个小村庄。今天的风沙也不小啊，闭眼睛，非常非常细的沙子。看这2天这风沙有多大，给臭喵的鼻子都整成黑的了。离开玉里县，也就离开了孔雀河。孔雀河从玉里县这个地方往东一直流，然后玉里县南边30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是塔里木河了。塔里木河边上有个景区叫罗布人村寨，不过听说那个景区要收门票，而且商业化好像挺严重，所以就没必要去了。其实玉里县这边最值得看的是沿着孔雀河的河道分布的一系列的烽燧。现在考古出来的好像有10几座烽燧，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不过那些烽燧的话都很难到达，都在无人区里面，都在荒漠里面，没有道路可以通过去，就很可惜啊。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像这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是合流到一起的，大概就在玉里县东边不远处，他们合流到一起，然后一起往东流，一直流到了罗布泊。但是后来塔里木河改道之后，他俩就分道扬镳了。像现在的从玉里县到若羌县的这个公路，基本上就是在沿着塔里木河现在的这个河道而修建的，而原来的孔雀河河道那一段就整个荒无人烟。玉里县南边这一块看着田野还是相当的肥沃啊，这个田应该是刚刚耕完。
我的天哪，这车也太宽了！又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其实这一段北有孔雀河，南有塔里木河，但是这河流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沙漠实在是太大了。河流的话，也就只能滋润离河流很近的1公里内的地方，再远一点就完全干旱了。下午的2点钟到达地图上这个群克尔食宿站，这地方依然是很荒凉。那边有2个已经荒废的平房，而这边也有一间平房，看着也没有人。然后西边那有一个加油站，那里有一个群克棉业厂，都在风沙里面若隐若现，非常的荒凉。喝口水，休息片刻。天地一片苍茫啊，真的是。我那臭小子，里面睡得挺嗨呀。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他在我露营那个地方，在那河滩公园上一晚1整夜。那个地方挺荒凉的，但是有很多胡杨树，挺适合他撒欢的。现在时间还早，在中午2点多一点。看一下地图，前面20公里有个水库，卡拉水库。有水的地方肯定是有人家的。再往前走一走。这边一路往若羌县走的话，基本上是沿着整个塔里木盆地的东北边缘，一路往东南方向走。因为这一路往东的话，基本上是往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罗布泊方向靠近，所以这一路过去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因为这边处于沙漠的边缘，所以并不像之前走的塔中镇那个沙漠公路一样，沙漠腹地有很多的大沙山，这边的地势还是比较的平。看到一只兔子，残缺不全的兔子，就耳朵都能看见了，毛茸茸的耳朵。听说沿着塔里木河这绿色走廊附近动物还是挺多的，像兔子、野猪，还有黄羊，甚至可能还会有狐狸呢。过了群克尔，接下来这一段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一直走了，所以路边这个植被就比较郁郁葱葱了，而且有比较多的肥沃良田。隔一段就能看见路边有零零散散的一些平房，应该是兵团在这边屯垦的。我都能听到远处这田地里面农用机械的声音，轰隆作响。又见塔里木河，哇塞，整个南疆最大的一条河流。
这条塔里木河真的是不容易，它发源于青藏高原西端的喀拉昆仑山脉，然后从塔里木盆地的最西端西缘，再沿着北缘，再沿着东缘，一路奔流浩荡了2000公里左右啊，终于是流到了这儿。接下来它还要往东南方向再流个将近400公里，才能流到它的终点台特玛湖。虽然那个地方并不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整个塔里木盆地周围绝大部分的河流都是属于塔里木河水系的，包括现在和它分道扬镳的那个孔雀河，灰绿色的水。可这边风沙太大了，融化在河水里后，河水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纯净了。一路往东23公里，现在是走到了卡拉水库附近。当然，这个周围依然是很荒凉，看不到人家呀。所以继续出发，这儿离31团团场还有25公里。这个卡拉水库附近这个环境相当可以，这路北边一片的沼泽湿地。然后路南边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块的鱼塘，应该是一块一块方形的水域，这应该是鱼塘。我一靠近，这些野鸭全飞走了，就留下2、3只。这一块水鸟确实不少啊，白鹭，3只白鹭。这个商店看能不能买个冰淇淋吃。老板有没有雪糕啊？空的。雪糕还没那天送的，说是。今年的还没送啊？那看来只能喝饮料了呀。哎呀，哇哦！椰子汁，好久没有喝椰子汁了呀。这个大瓶的能不能喝完呀？来个大瓶的吧。大瓶的喝着比较爽一点。问了一下商店老板，这个地方是恰拉水库旁边的31团10连。夏天喝这个椰子汁真的是很舒服。之前在海南海口的时候，尝了一下那个天然的椰子汁，我的天呐，天然的那个椰子汁不好喝，有一点那个草腥味还是树腥味那种，反正喝不动。像这种饮料基本上它里面加糖加多一些以后，比较适口，瓶盖里面倒一点还出面好喝。哎呦，可以。快点！你往哪舔呢？盖子里面。对。哎呦，2下就舔完了。给你再来一杯。我在这路边竟然看到了小麦呀！这一路的荒凉过来，终于是看到了一小片的绿色，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小麦地里面每隔70、80公分就有一根水管。
这边太干了，这不地瓜，这小麦估计都长不起来。绿油油的小麦，哇，希望的田野，远处的胡杨林。今天这个风是真不小，罗布湖。从玉里县前往若羌县的这一段，在地图上看的话比较荒凉，没有什么城市。但实际上一路过来，每隔一段就有这么一片比较肥沃的田野，在兵团人的开垦之下，太神奇了！整整齐齐的高质量农田啊！而且除了小麦，我看还有大片大片的那个果林、果园。荒野变良田，这个地方虽然风沙很大，但是这一片一片平坦的良田，我的天哪，看着人心里真舒坦呀！你看这田野边上一排排整齐的胡杨树，横平竖直，真漂亮。下午的5点半，到达31团。这边有个广场，叫做胡杨广场。今天晚上就露营在这儿了。今天本来想着骑个30-40公里就可以了，没想到一路顺风，一下子给窜到31团来了，骑了80多公里。刚才问了一下公园里面的聊天的大爷，他说这草坪浇水的话，间隔周期至少得半个月，所以说这3-4天之前刚浇完水，不可能再浇水了。以后把帐篷搭到草皮上，在这公园里面转悠了一大圈，终于是找到了一块比较满意的草地。OK， 今天下午的小窝搭好了。臭咪，这个新帐篷我用了几天，感觉还是挺好的。之前我那个帐篷，你看每次搭设的时候需要先铺地布，再搭内帐，再搭外帐，3个步骤。然后这个帐篷不一样，这个帐篷的话，因为它内帐、外帐、地布它可以连在一起，然后直接展开。完了之后把杆子撑起来一挂就完事儿了，搭设确实非常的快呀。而且这种帐篷的话，它万一就是比如说突然下雨的时候，就算我搭起来，它内帐不会湿，因为外帐在外面包着呢，这也算是一个优点。初步的使用感觉还可以。哎呦，臭小子，汤里面挺悠哉是吧？汤里面搁这舔毛呢。笑死我了！悟空这个黑鼻孔。出苗的晚餐依然是当当牛，我偷过来，给它弄得大块一点。让它练练牙口。风沙中的太阳，纯白的太阳。